你知道代表王者顶尖水平的那群人打一把游戏有多累吗？职业对局要思考多少东西，你不看复盘根本不会明白。挑战者杯打到现在，细节博弈最激烈的对局不是 AG 的比赛，也不是狼队的比赛，而是 JDG 面对 WE 的第3把赛点局。中边辅6人互相拆火的场面，堪称团战经典教科书，不管谁看了都能学到东西。我是13，做任何人都能看懂的 KPL 解说复盘。如果你觉得从 BP 开始讲很无聊，那一定是你之前看过的解说不够精彩。职业对局从班选英雄开始，每一步都会经过极其深度的考量。蓝方 WE 先手从公共英雄池中禁用了赵怀真和海月，很多人以为只是在针对敌方中辅选手的英雄池，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稍微思考深一点的观众会意识到，当前对局最大阵容博弈点在于盾山和大师2张体系牌的选取。从 JDG 的角度看，表面上自己只要遵循对方办其一，我就办另一个，或者要么2张牌都放出来，一人1张的思路， JDG 就至少可以获得阵容军师的保底。然而这里面藏了个陷阱，那就是前2把蓝方没有使用过沈梦溪，而红方用过了。盾山大师都是进攻能力很强的辅助，就算两边各拿1张， WE 也会凭借更强更多的中单英雄牌在博弈中占据优势。现在你看懂了 WE 为什么这2个英雄都不办，而是禁用了赵怀真和海月这2个拆火能力很强的英雄，削弱公共英雄池的防守牌质量，其目的就是想打得更主动一些。 JDG 这边并没有把盾山大师都送上半位，而是只禁用了大师，因为在当前环境里，能对策盾山这种连体打法的牌相对较多，典型的就是小乔，而 WE 已经用过小乔。如果在盾山放出来后 WE 不拿盾山，让 JDG 拿走，那左边就会陷入缺少关键对策中单的危险境地。也就是表面上看 JDG 把盾山让给了 WE， 实际却是 JDG 强迫 WE 一选必锁盾山，右边后续只要做好对策即可，不用担心对方藏一手变阵。随着远坦被禁，果然 WE 拍下盾山， JDG 中单亮出小乔无疑，补了一手苏烈提高前期防守强度。接下来 WE 有2手攻势选，一手沈梦溪把中轴强度拉满，或者补一手武则天。现版本 KPL 常用武则天的基础数值优势和全图视野机制去拉高队伍的前期进攻能力。可 WE 教练思索片刻后开始神级变阵，放手中单位不拿，除了艾琳补全盾灵体系外，居然先锁了一手关羽。很多人看不懂这手关羽有多精妙，一是关羽可以适配进攻队伍的节奏，符合团队战术目的；二是关羽常作为盾灵的克制位出牌， WE 拿关羽有以选代办的目的；三是盾山体系的连体效果，其实特别怕先手连环控制的阵容，因为一摸就是摸到2个。明知 JDG 会不断补控制的情况下，关羽的解控技能可以很好做反制。还没完，4是苏烈的常规组合大概率会搭配戈雅，戈雅同样会被关羽康到。这下 JDG 在阵容博弈中陷入劣势，除了戈雅也确实没牌可选，后半轮禁用 JDG 将3个法师关进黑屋， WE 这边则是把哪吒和近2个较难反制的切入点锁掉，优化盾灵的生存空间。第3个半位可以给到蒙恬或黄铁，因为对比2队前3选 ，JDG 仅存的优势是刷资源速度比盾灵加关羽更快，那他们大概率后半轮会用野合加强势边路的搭配去提速野区，做优边路，以此在进攻能力上反压一头。而在我们之前的比赛案例中，黄铁团战盯防关羽的失败案例非常多，所以 WE 禁用蒙恬把黄铁让给对手。既然边路的前期好牌尽毁，夏洛特在前2局右边也已经用过，于是红方只能壮士断腕，在对抗炉做降速处理，选出后期坦变白起，把针对盾灵的行为进行到底。WE 则更加从容，一用杨戬被动去解对方阵容的控制链，二用姜夹的技能减抗效果去削弱对手的双前排强度，最后 JDG 只能从老虎和纳克露露中做出选择，考虑到边路白起前期较弱，适应不了虎子的进攻节奏，只能锁下纳克露露。紧张刺激的阵容博弈终于结束，但现在松口气还太早了。职业对局容不得半点松懈。开局因为杨戬要猪开后手过线的缘故，关羽没有帮姜子牙抢线，只是深入红区确认了露露的刷野方向。到这里为止 ，WE 已经优势了。你别不信，这里是巨大伏笔。等对局推进到2分钟，你全都能看明白。我们先正常讲，在已知己方中野后手过线，线权归小乔的情况下 ，WE 下路双人组后续抢红损将受到威胁，所以直接放弃抢线，让盾山把所有火力都用来打对手状态。每一步决策目标都很清晰，只可惜后续盾山的走位路线略显大意，被青龙吹起来，2人掉了部分血量，丢掉了美味烧鸡。而注意看姜子牙位置，没有支援任何一边，而是在帮打野提速野区。因为杨戬是猪开吃中转蓝再往下刷，目的就是强行跟红开的纳可露露在下半图撞节奏，所以有中单提速就可以跟上纳可露露的刷野速度。无双也是冷静处理，选择不蹭中线肃清蓝区，以更快的速度到达下路线上。总之，若是打野
一定要学会跟对方强势打野错开对位时间。然后你可以看到，等杨戬刷完红区，露露已经带着队友4人拿到了中路线权。细节先给一个向下走的假视野，再扭头往上转。你可能以为露露这个假视野给的很有想法，但我告诉你 ，W 杨戬根本没把纳克露露的真实方向放在眼里，因为左边已经完成了接下来100%出优势的布局。我下面要讲的绝对是职业内部级别的战术曝光。我们回忆一下，纳可露露开局路线是红开转下，而杨戬是猪开再打蓝，然后往下，所以蓝区刷新时间比露露的红区要晚，也就导致杨戬第2次打完双猪后，露露的红区会在20秒后刷新，对应杨戬蓝区刷新时间还没得很，这就给了杨戬时间差，他可以直接去远离露露红区的发一路抓一波节奏。所以你看懂了没有？你以为下路盾上艾琳是真的对线打不过苏烈戈雅被压在塔下？他俩分明是故意装糖，降低过线速度，把线留在塔前，因为杨戬已经借着时间差往下赶了。而露露刚刚在中路给的视野假不假，在 W 眼里根本无所谓。如果露露是往下，那他红区马上要刷新，也就等于他身上的红 buff 消失了。本就弱势还只有1个 buff 的露露，在下路撞到双 buff 杨戬，跟送没有区别，更别提他打完下路就算活着，再回到红区也掉了野区速率。露露这个英雄在前8分钟刷经济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了吧？而露露往上，你会发现关羽也已经抢完线往中路转去了，不仅没有给露露抓节奏的机会，同时也在队友抱团下半图的时候替姜子牙踩了中轴视野。WE 接下来无论怎么样都是绝对优势，这一切从杨戬开局30秒摸双猪时就已经决定了。很明显 ，GDG 也感觉到了问题，做了尽力弥补。小乔在中右吹有续航的杨戬根本不是无意的消耗，而是在拖延杨戬转下的时间。GDG 下路双人哪怕站为破绽，也要很着急的前压过线，是想赶紧清线后撤，结果反而给了 WE 下路提前开团的机会。这下根本不用等杨戬下来，盾山抓住戈雅强普前移速最慢的特性2闪开团，同时背起艾琳，让射手交出第2个闪现越过苏烈，打出了一波漂亮的线上击杀。杨戬原计划赶到下路，虽然队友已经打穿，但他也不掉节奏。就像我说的，蓝方野怪还没刷新，打野只要慢慢悠悠吃沿途兵线回蓝区就行了。3分04秒，关羽和白起在河道对视野，短暂拉扯后，文涛的关羽居然放弃了线权，转靠去中路。按理说4级后的关羽打白起应该是线上优势，这里文涛的决策一定有别的目的。果然在白起推线后，关羽回到对抗路，并没有着急补兵，而是通过侧推把最后一个小兵卡在了塔外。马上临近4分钟暴君团，关羽料定了对方阵容太弱，肯定会边野放掉暴君推上半图做置换，如果下一波兵线交汇在中间，自己去补线就有被强杀的风险。但此时兵线交汇在这个位置，关羽和防御塔双排的强度大家都懂。果然3分52秒，纳克露露准时出现。原本只打算跟白起过线，看队友小乔拿到线权正往对抗路赶，无双再起杀心，跟白起压进塔内。关羽操作冷静，看准时机开大回推，随后木压白起嘲讽动作交2向左跃起，后撤到安全距离。一来一回，队友已经拿下小龙。4分钟炮车刷新，野区保护结束 ，WE 暴君 buff 在身，接下来的 GDG 自知要面临苦战，那战术上做出取舍就十分有必要。4分36秒，戈雅补完下线就开始跨全图往上路移动，这是典型的强队决策，果断集中力量做上半图保中上两路，利用传送阵协防下路劣势线。在 WE 刚过完红区还没有组织好如何进攻的时候 ，GDG 就已经让法师和辅助防守中轴，同时露露配合白起先一步于上路深入推进。WE 明明是强势阵容，却突然成了被动方，于是，在中路暴起武林准备强冲中塔，团战一触即发。趁着对方戈雅还在赶来的路上，盾山不想拖延，2技能就背苏烈，同时快速合体艾琳拉开距离。一瞬间，白起大闪杀进团战中心，身后是关羽头部将铁蹄踏进战线，杨戬法庭象敌2技能横扫3人，打出苏烈复活。关羽飞身阻断白起退路，但自己也在沙包内吃满伤害，最终是双方边路都被击杀。冲突刚结束 ，WE 整体上给到了一个抱团往下补线的视野，所以小乔的位置靠后，准备跟去下路做对应防守。但眼看中路兵线就要交汇 ，WE 众人扭头回到中路，青荣发现自己可能独自在下，就大胆埋伏进河道草丛。旁边纳可露露得到信号，在后侧视野盲区，随时准备出手，只等艾琳靠近。小乔真爱降临，盾山快速反应，转头先空露露阻止爆发，然后才背起队友交闪。几秒前才刚打完团战，下路又差点被双鬼拍门。职业比赛哪怕松懈1秒都可能酿成大祸。5分50秒，虽然两队人头比差距不大，但 GDG 凭借双前排的极高坦度，总能掌握整片河道的视野优势，让本就机动性很高的纳可露露拥有了更好的带线刷野环境。WE 这边则是保守发育的态度，整体回缩野区，让姜子牙跟打野共刷野区，发挥其被动额外经验的效果。6分钟时，姜子牙已经达到13级。6分15秒，
凭借队友在下半图的高度集中，盾山得到了挤出河道视野的机会。看到纳可露露后，尽可能深入了一下，确认了纳可露露转上方向。于是 WE 借此机会打出了让杨戬单人进攻下塔的信号，其他4人准备转上形成4-1牵制。然而无双非常了解纳可露露这个英雄的特性，凭借极强的跨图能力开始回头往下俯冲。从杨戬视角看，是纳可露露抓住了自己的2技能空档时间打了一套爆发，暂时失去控制手段的杨戬自然没有上头，只是危险远未结束。小地图上白起已经悄悄摸进红区，露露清完兵线直接靠过来，红背伸出青羽的魔爪，一把将杨戬擒住，露露一套爆发完成收割。上路 WE 队友看打野被抓，便深入2塔截线减少损失。冲突再次点燃的两队摩拳擦掌，双方谨慎调度，交换半图换劣势线。整体上 JDG 在杨戬复活前有几秒内优势更大，所以白起站位非常深入，在没兵线的情况下踩进对方的蓝区左侧，很明显是准备打蓝区入侵时配合队友形成一个完美夹位。WE 清楚对手这个布置已经让蓝区成为捕猎场地，他们必须把战场右迁到中路附近，减小白起落位点带来的威胁。所以你会看到九幽原本跟没有视野的中左草丛保持距离，看到白起位置后便稍稍往中左草丛靠近了一点，停在了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同时给队友打出了自己闪现剩余200的信号。紧随其后，小乔这一吹恐怕完全在盾山的意料之内，只等自己落地，盾山闪现过墙想背露露被苏烈挡住，但这不妨碍关羽怒马狂澜杀进战场，3枪斩浪把露露和苏烈带进死亡包围。WE 白起虽迟但到，这般不可救的局面只有完美发挥。大闪不仅精准拉住盾灵2人，更是在左后侧完美预判对手的退路，张开魔爪。艾琳交闪后仍被拉回，小乔戈亚趁机反扑，混乱中灌满输出，几乎要将对手团灭。见招拆招，精彩的团战配合 ，JDG 技高一筹拿下关键团战，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以往的经验，优势方最怕上头送掉，可这一次的 JDG 冷静的可怕。9分05秒 ，WE 抱团往上压，因为后续暴君即将刷新 ，WE 必然是放掉下路，提前推中上线。关羽和盾山是很标准的探盲区教学，分头从2路窄口同时进。虽然此时的纳可露露处于一个完美的绕后位，但戈雅还在过线，且小乔的身位受关羽威胁，所以白起完全不上头，大招回跳放弃开团，后续卡在关羽和小乔之间。WE 如愿换到上半图，继续把下塔放给对手，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JDG 的布局仍然是超前一步，提前把苏烈摇到主宰附近，阻止后续对手换龙的想法。等大小龙同时刷新，杨戬本想集合队友 rush 主宰，可白起非常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故意从中右草丛暴露往左慢慢靠，给足了对手压力。WE 只能放弃换龙的想法，这下退守高地已经是必然的结果。11分47秒 ，JDG 拿到主宰开始做最后冲刺。12分9秒，注意看白起的位置，看似随意，其实始终在极限距离盯盾山的视野，因为中路兵线即将上高地，防守方一定会有人去顶线。而戈雅在视野外的草丛里提前开启蓄力，等关羽暴露的瞬间，一个爆冲接杀爆，差点击杀满血关羽。得益于白起和苏烈的视野获取，队友才能放肆的做大胆进攻。WE 关羽虽然存活，但没有大招，团队无奈只能丢掉一座高地，没有掉点和失误，没有让人恼火的死亡反转。JDG 走的每一步都恰到好处的让人安心。接下来他们只需要打出最后的终结一击。13分14秒，苏烈捕捉到蓝 buff 即将刷新的信号，基本可以推测 WE 会以放掉蓝区为代价抱团去推中线或者下线。于是白起在黑暗中谨慎前行，提前踩住了最关键的开团位置。WE 整体向左试探，确认对手在抱团蓝区后，盾山便转头往下提前去开红区视野。等盾山靠近草丛，也就是对方后排最放松警惕的一瞬间，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死亡弧线，是白起大闪同时拉住双 C， 戈雅和小乔立即跟上输出，艾琳极限点挥月保命，可杨戬被 JDG 设伏2人完全隔断在团战外，只能慢性死亡。纳可露露大招落地，关羽终于找到机会，策马横刀试图扭转战局，一瞬间盾山背起艾琳闪现冲出包围，可姜子牙早已阵亡，没了正面减抗手段的 WE 就算能处理掉露露和小乔，面对对手剩余状态良好的双前排和戈雅，也只能是一点点被逼入绝境。分刀过来，想要做拆火，但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只要一波盾山，中路是有兵线的。让人安心的持续压制 ，JDG 这场比赛无疑是值得任何人学习参考的优势方教学案例。14分15秒，水晶告破，关注我，下一期我知道你们想看挑背红狼半路决战。